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疗愈师 Jules。由于前段时间有点生病了，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事情，导致我必须停更一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里大家都过得好吗？今天我将使用塔罗牌帮助大家解答心中的疑惑。如果你对未来感到迷茫，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为你设定的。我们今天要探索的主题就是你距离进入下一阶段还有多远。这个下一阶段可以是指你心中所想的一件事情，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你距离下一次升职还要多久，你的成绩总体提高到你满意的程度还需要哪些步骤，也可以是很宽泛的主题，比如如何走出目前所经历的不开心的事情，或者你距离人生的下一个转折点还有多久。今天的牌阵比以往稍微复杂一些，我会为大家抽取7张牌，再加上一张命运之轮牌。命运之轮所在的位置，这是代表大家目前所在的阶段，然后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是第1、第2、第3和第4阶段。通过结合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的方式，我会对大家目前所在的阶段做出解释，并提供一些未来指引作为参考。具体这段旅程要多久才能走完，取决于你问的问题本身，而且很多人其实根本不会走完这4个阶段。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会改变你未来的发展，所以你可能随时会回到第1阶段。所以我希望能通过我的解答给予大家启发，而绝对不是说服大家去相信宿命论之类的。我本人就是从不相信所谓的宿命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画师。也许画布的材料由于大家生的时间、地点之类的不同而不同，但画的内容只能由你自己创造。我也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好的画，或者说很烂的画。莫奈画出印象派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开创了先河，而且受到了当时社会的排挤。然后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这个印象派这个名词，回到当时其实也是人们就是用来讽刺莫奈的作品的。但那又如何呢？我相信再给莫奈100次选择，他还是会继续选择用画笔表达出自己真正看到和理解的世界，而不是装模作样将自己驯化。我们习惯性会夸一个人命好或者命不好，但这完全是我们大脑就是懒得去详细研究一个人的人生，然后抛给我们的一个形容词。到底什么叫命好？由谁定义？由谁审判？被断定为命好的人有得到什么额外的好处吗？因此，我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视频去得到一些启发，去做顺应自己内心的事情，活出自己的样子。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我会尽量拓展每一张牌可能代表的意思，请大家定好自己的问题之后，听取与自己相关的信息即可。可是如果想要更深入的解读的话，我还是推荐大家要1对1占卜。我今天同样选择的是通过古典乐的方式与大家进行潜意识上面的深度交流。在视频开始前，还请大家多多点赞、收藏加关注哦，帮助我的频道快快成长。下面就让我们开启这场心灵之旅吧。首先，我会播放4首我选择的古典乐。
欢迎第一组选择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欢乐颂》的朋友们。选择这组的朋友通常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和对和谐社会的渴望。这首曲目富有激情和启发性，反映出大家可能正寻求一种生活的转变，渴望摆脱当前的束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以及寻找自己能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贡献。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可能暗示了一个追求自我实现和内在和谐的一种人格特质，常见于 ENTP、INFP、INFJ 或 ENFJ 类型。你们通常富有同情心，具备引领他人向更好未来迈进的那种领导力。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们留言哦。然后在占卜的4个阶段中，你们的命运之轮处在第1阶段，预示着你们心里所想的这件事其实正处于一个开端阶段。这张牌的正位则是暗示着下一个重大的生活转折点即将来临，预示着新的开始和重大的变化。这可能是一次职业升迁或生活方式的一种重大的改变。宝剑国王逆位则暗示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思考和决策上的困难，表明在面对新机遇时可能会感到不安或决策迟疑。心理学中的决策疲劳概念在这里特别适合，指出在重大生活转变时，个体可能会因为压力过大而难以做出最佳的选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调节自己的压力，一定要避免决策疲劳的出现。当大家进入第2阶段后，宝剑9逆位和力量逆位联合呈现，这里暗示了在新阶段的探索过程中，大家可能会经历一段短期的阵痛，主要是由内心的焦虑和正能量的消耗引起的。这里的焦虑可能来源于对于未知的恐惧和对旧有安全感的失去的那种不安感，而正能量的流失则很可能是由于过度关注外界的期望和评价导致的。在这个阶段，我会推荐大家去了解和运用心理学中的认知行为疗法，帮助调整那些似乎不太理性的思维模式，学会更好的管理自我期望和压力。这个应该真的是你接下来要解决你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我觉得就是调节压力。然后在第3阶段，大家遇到的是权杖8逆位和审判正位，表明大家在经历初期的挑战和内心的疑虑后，你们将进入一个深度的自我反思，进而走向新的阶段。尤其注意这里的审判，它象征着深刻的内在觉醒。你将会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哪些地方需要改变，然后哪些东西和人值得你去保留。这是心理成长的关键时刻，你们只有经历这一阶段的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转化，以全新的姿态进入第4阶段。然后第4阶段的恋人逆位和世界逆位呢，就是预示大家在经历了深刻的内在变化之后，有可能会出现新的人际关系的挑战和对完成旅程的终极目标的再思考，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要去做你心中所想的这件事情。这可能会涉及到重新定义你与人的关系，或是对自己的生活目标进行最终的调整和完善。这跟前面第3阶段的断舍离其实是相互呼应的。心理学上的关系动力学理论在此阶段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这个理论旨在帮助个体理解和调整人际互动，以更健康的方式建立联系。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一阶段遇到什么困难，
我推荐大家可以去阅读一下相关的研究。同时，我想特别指出，大家抽到的世界寓意着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其实。因此，虽然目前你们的世界是逆位的，就是说，尽管大家已经经历了很多次的自我更新和内在的成长，完成了一大周期的旅行，但还是面临着一些小的挑战。但如果你们能够做到更多的内省，然后或者做一些比较可行的生活调整，那么你们几乎板上钉钉，一定可以达到真正的内心的和谐与满足。总结一下，就是贯穿这4个阶段，从命运之轮的积极变动到最后的内省与平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挑战的成长过程。这个旅程不仅仅是关于外在的改变，更多是关于如何内在的成长和适应，学会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如何与自己和他人建立更和谐的关系。在整个过程中，大家会有很多机会不断通过自我调整和自我反思，朝向一个更加成熟和自我认同感更强的自我迈进。在心理学的视角下，我们还发现这不仅是一系列随机发生事件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深刻的内在转化过程，需要时间、耐心和勇气来面对和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心理和情感的难题。最终，这个旅程的每一步都会充满成长的机会和自我发现的可能性，引导大家不仅迎接新的生活阶段，也达到一个新的自我认知和心理平衡。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占卜和解析，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具体这段旅程要多久走完，取决于你问题的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最后记得，每一次结束都是新的开始的预兆。通过耐心和内心的探索，你一定能够解锁更多的可能性，使自己的能量场更加明亮和强大。我们下次再见，祝福你们，请大家多多点赞、收藏、关注哦，帮助我的频道快快成长。欢迎第2组选择德彪西的月光的朋友们。这首曲目以其柔和、梦幻般的旋律著称，通常吸引那些内向、感性且富有创造力的个体。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选择这首音乐的人可能倾向于内省和对美的深刻感知。这些特质常见于以下的 MBTI 类型： INFP 追求理想和感情的深度， ISFP 对美的独到见解和创造力丰富， INFJ 深情且富有洞察力，追求意义深远的人际关系，以及 INTP 他们虽逻辑分明，但同样能欣赏事物的抽象与复杂性。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留言哦。在你们占卜的牌阵中，你们心中所想的事情已经进入到第3阶段了，因此我会稍微概括一下你在第1和第2阶段的过程，再分析第3和第4阶段。第1阶段的钱币4逆位和恶魔正位揭示了一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束缚。钱币4逆位通常表示经济上的不安，或是对安全感的过度追求导致的停滞，而恶魔牌则暗示了可能的依赖关系，或是对物质享乐的过度执着。比如我能感觉到有一些人就比较喜欢通过靠吃东西来消化自己的情绪，以至于自己就是会长期处在一个相当于是说自欺欺人的状态下吧。我当然不是想要批评这些朋友，因为大家都有自己处理压力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你们也不要允许别人对你随便指指点点。我只是能感觉到
这些外部因素很可能阻碍了你们真正的个人成长，导致你们其实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出这个第一阶段。当然了，我前面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就是去回溯一下之前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对某些人事物产生了过度的依赖，进而导致自己迟迟不能向前。当你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呢，权杖8逆位和权杖5逆位都显示出了进展的困难和内部的冲突。权杖8逆位表明行动和努力的停滞，而权杖5逆位呢，则揭示了团队内或个人心中的竞争和冲突。这可能导致了你们在第二阶段时呈现出来的那种行动上的迟疑或方向上的不确定。所以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你在占卜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处于一种停滞、迟疑然后迷茫的状态。然后你们现在的话，由命运之轮逆位和审判逆位2张大牌来标识，所以这个阶段应该是很关键的。命运之轮逆位可能意味着第一、第二阶段的挑战其实影响到你们的生活轨迹了已经，然后还阻碍了向前的步伐。审判逆位想要侧重的点是说，大家可能还是处在一个装睡的阶段，不管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必须开始着手解决问题，不可以再继续用拖自觉的时刻了，只是迟迟还未开始。不过你们根本不需要被点醒，我觉得只是你们中大多数是那种适应不良型的完美主义。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与普通的完美主义者相比，有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你们在感觉到可能会做不好一件事情，就是不能把一件事情做到完美的时候，你们就干脆不开始做。你们根本没有去尝试过，只是怀疑自己可能会做不到最好，所以就不开始。所以最终就导致了一些重要决策的一些延迟，或者说影响到生活的其他方面。这样，我个人是非常理解这种很微妙但是又非常矛盾的感觉。不过最终第4阶段的宝剑2逆位和权杖皇后正位最终呈现的是决策的成功和自我实现。宝剑2逆位暗示大家虽然接下来还会在做决策这件事情上有点犹豫，但是权杖皇后代表的就是成熟、自信和创造力的高涨。这表明在经历了一系列挑战和内省之后，你们最终将会找到自己的自信和明确的方向，实现个人的力量和创造潜能。因此对于你们接下来的成功，我真的毫无担心，所以我前面就没有讲很多，因为我知道你们就是会成功的。整个占卜过程中呢，我觉得就是呈现了一种物质和精神的束缚，到最终的自我实现和创造力释放的一个旅程。每个阶段都围绕着克服内外障碍，学习如何在挑战中找到自我，最终达到一个更成熟的，然后更自由的自我状态。这是一段关于自我发现和转变的旅程，也是关于如何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的旅程。记住，每一次的挑战都是自我成长和实现潜能的机会。通过这一旅程，你们可以学习如何释放内在的力量，克服外部和内部的限制，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达到心灵上的和谐与满足。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次的占卜还揭示了一个过程，它不仅要求你们面对和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且要求大家在心理层面上也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探索和更新。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它特定的挑战，所以也就有其独有的转变和成长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你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一过程来更加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从而更能看清自己未来的方向。
就不至于太迷茫吧。随着你们继续前进呢，你们一定会发现新的内在的冲突和挑战的。就是没有人的人生是可以一帆风顺的，一定是存在一些小小的波折，或者说小小的挑战的。所以我觉得与其去害怕遇到这些挑战，不如你去把这些挑战作为你自我成长和学习的机会。你会发现这些困难和成就都是构成你人生故事的重要部分。最后，请记住，一定要在这场旅途中保持耐心，还有开放的心态，探索自我，接受变化，并从中学习和成长。好了，希望这次的分析和占卜能够为你们带来更多的勇气，或者说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我就非常知足了。我也希望我可以帮助大家在生活的每一阶段都能够找到前进的力量。再次感谢大家选择与我一起进行这次心灵上的旅行，请大家多多点赞、收藏、加关注哦，帮助我的频道快快成长。我们下次再见，愿你们的旅途充满阳光和希望。欢迎第3组选择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的朋友们。这部作品以其激烈的情感和戏剧性的结构著称，吸引着那些对情感有特别深刻理解和渴望的人们。所以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选择这首音乐的人很可能倾向于情感丰富、富有同情心，并且不畏惧深入探索人类情感的复杂性。这些特质常见于 ENFP， 以其热情和对生活充满好奇心而著称。INFJ 追求深度和意义的理想主义者。ESFP 自由精神，情感表达非常丰富，以及 ISFP 具有创造性且非常敏感，富有艺术天赋。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们留言哦。在你们的占卜牌阵中，你们心中所想的事情已经进入第3阶段了，因此我会先稍微概括一下你们在第1和第2阶段的过程，再分析第3和第4阶段。我能看到大家应该走过了一段比较艰难的第1阶段，宝剑9正位和圣杯10逆位揭示了一种心理上的焦虑和情感上的不满。宝剑9正位通常指代心理压力和焦虑的顶点，而圣杯10则暗示了家庭和情感生活中的某些失落或不完整。在进入第2阶段后，世界正位和圣杯5正位则表示一种全新的开始和情感上的恢复。世界正位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的完成，预示着成就和整体的和谐。而圣杯5正位呢，则可能指出失去之后的情感修复，尽管伴随着一些阶段性的痛苦和遗憾，但是也为新的情感联系铺平了道路。所以好在大家都挺过来了，然后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勇敢。你们现在正处于第3阶段的命运之轮逆位和星星逆位。命运之轮逆位可能意味着目前的生活受到了一些不可预见的外部因素的困扰或者说干扰，然后目前事情的发展方向可能不太如意，就是跟你们自己所预期的方向或者说程度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这可能导致你们最近就变得有点像星星逆位暗示的那样，有点失去希望和指引，感到未来不明确，然后缺乏目标。大家所遇到的问题可能千差万别，但我真切的想告诉大家，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你就想象自己的人生是一个电子游戏，那总要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支线剧情，才可以推动主线剧情的发展嘛，是不是？所以我想请大家明白一点，就是你们自己人生的主线任务是什么？
你真正的追求是什么。只要你还在这个大方向上勇往直前，那突然从路边窜出一个 NPC 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最终我们可以看到第4阶段的权杖4逆位和宝剑4正位就呈现出了大家对稳定的继续追求，以及大家后天培养的这种清晰的决断的能力。就是你们接下来可能还会处在一个需要更多安全感的心理状态吧。不过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因为几乎所有人类都要面对这一个就是安全感方面的一些问题吧。因为趋利避害是人性，我总不能天天叫大家去反人性，然后就是一直自我催眠说我很安全，我现在很好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展现出来的真正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宝剑女王正位象征的那种智慧和清晰的决断，强调了大家在经历了一些挑战之后，你们愈发能够利用理性和智慧来压制内心中情感的波动。不能说压制吧，就是来去调节调和自己内心中情感的波动，然后来帮助你找到真正的平衡和秩序。所以我觉得整个牌阵总体展现的就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和情感挑战，到寻求和实现心稳定的旅程。这个过程中你们会经历心理的洗礼和感情的重建，但最终呢，你们一定会到达一个新的自我认识和生活的稳定状况。这是一个典型的转化过程，其中涉及到放下旧的自我，接受新的情感体验，并通过智慧和理性决策来重建内在和外在的秩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要求你们深入探讨自己的内心世界，面对并解决根深蒂固的一些就是长期相伴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小问题，不是真正的那种心理疾病，只能是说一些心理中存在的一些比较矛盾的一些问题。这真的会需要大家用比较多的时间和空间，还有耐心，以及对自我心理状态的一种坦诚的审视才能做到。因为心理成长绝对不是线性的过程，它充满了起伏和循环，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所反映的那样，激情与冲突是相互交织的。然后通过这4个阶段的旅程，你们可以学到如何在内心的挣扎和外界的挑战中找到力量和方向。第1阶段的情感困扰和心理挑战可能让你们感到孤独和迷茫，但第2阶段开始的新开始和修复则给你们带来了希望和机会，允许你们能重新建构自己的情感世界，然后呢，重新去处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第3阶段出现的那种不确定性和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就是会让你们重新感到困惑，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自我发现和重新定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请大家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做好深度的自我反思，就是去重新的定位自己，调和自己。然后最后到了第4阶段呢，稳定的寻求和清晰决策的实现，标志着你们经历了成长后的成熟和自我确认，然后你们就可以以一个更加准备好的姿态来迎接未来的生活。这个过程我觉得不仅仅是对罗密欧与朱丽叶戏剧性情感的一种象征吧，我觉得同样反映了人类在面对生活变故时普遍的一种心理反应。通过面对这些挑战，你们可以学习如何的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反应，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并最终实现自己的心理健康和情感满足。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希望这一次的解析能为你们的心理旅程提供一些指导和启发。记住，每一步虽然都可能伴随着挑战，但是也同时充满了成长的机会。
希望大家能够勇往直前，不断学习和适应生活，你们一定会达到一个新的自我认知水平，并且能拥有更加和谐与充实的生活。然后我也想强调，就是你不一定要走完所有的阶段才能算是圆满，因为你的命运是一直处于一种变换的阶段的。可能你现在听到这一个解析之后，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思考模式做出一些调整，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接下来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不必太去担心到底未来会发展什么，而是要着眼于现在，你现在可以做什么来改变自己的未来。OK， 最后请大家多多点赞，然后收藏还有关注我的视频，帮助我的频道快快成长。我们下次再见，希望你们的旅途能充满光明和希望。欢迎第4组选择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的朋友们。这首曲子以其和谐的旋律和平静的节奏而广受喜爱，它通常吸引着那些追求和谐、稳定，并且欣赏经典美的人。从心理学角度看，选择这首音乐的人可能倾向于内心平静有序，追求生活中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些特质常见于以下的 MBTI 类型 ISTJ， 以其责任心强和对传统的尊重而著称吧，可以说 ISFJ， 温和且关注细节 INFJ， 寻求深度和意义，同时保持内在和外在世界的和谐，以及 INTJ， 他们追求知识和理解，对于结构和秩序有着天然的偏好。在你们的占卜牌阵中，第一阶段的权杖8正位和命运之轮正位象征着积极的行动和生命轮回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权杖8正位显示了目前目标的明确和向前推进的动力，而命运之轮正位呢，则标志着一个重大的积极的转变，预示着生活中即将到来的好运和重要事件。俗话都说万事起头难，我觉得大家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开局，其实已经赢很多人了。不过进入第2阶段后，宝剑9正位和宝剑国王正位则表现出了一种心理上的挑战和理智的统治，这里有点复杂。总而言之，就是宝剑9正位通常关联到内心的忧虑和恐惧，但宝剑国王正位则强调智慧和权威的运用。所以你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过着一个双面人生，一边是你情感上的焦虑会拖你后腿，但同时你的理智一定可以指引着你们通过理性和分析来克服困难。但这其实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第3阶段的圣杯1逆位和权杖5逆位反映出来的情感的挫折和冲突。圣杯1逆位凸显出情感上的长期压制，会导致你的情感终于不受压制，而从圣杯中奔涌而出。而且伴随着情感的不受控，权杖5逆位暗示可能存在一些竞争和冲突，而且可能是一种由内而外演变的。你们可能从内心的斗争逐渐演变成对外部的人际关系的冲突。所以我想请大家，其实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默默在心中选了这一组，我觉得这边完全就是在说我自己目前的状态，就是我们需要把关注自己的情绪纳入到自己必做的任务里面去。我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经常就是会慢慢演变成过度的去追求完美，或者说过度的去追求把这件事情做好，而忽略了在做好这件事情过程中自己有多焦虑，有多难受。从此由内而外就演变成，我觉得我
就会变得戾气很重。我经常在刷一些其他的社交媒体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生气，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为什么他们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号，就是要反过来去问自己，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暴躁，为什么会看到这样一句话就马上心火好像就烧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对自己平时感情上的忽略，一定会以其他的方式涌现出来。就是情感不会自己消失，它就像能量一样，它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我平时把它在这边压制住了，那它就会从其他地方宣泄出来。所以我想请大家，对，包括我自己，一定要更加关注自己的情感世界。然后这边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 Love yourself first, then everything else falls in line。 我个人是将它翻译为自爱生万物，不过这个就是借鉴那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一个，你懂的。我觉得自爱真的就是一切的基础。一个不自爱、不关心自己的人，会觉得身边所有的美好的事物都转瞬即逝。不过我觉得这不是因为万物或者说美好的事物都转瞬即逝，而是他们坚信自己不配拥有这些美好的事物。你世界的样子就是你所希望的，或者说你所相信的那样。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投影仪，这个世界的样子就是你自己投射出来的样子。你不可能会一边讨厌自己，一边物质精神都富足到不行，这个完全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会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引起大家，包括我自己，对自己情感世界的重视。OK， 所以最后呢，第4阶段的权杖9逆位和恶魔逆位都指向最终的解放和突破，这个真的对于你我来说都是好消息。权杖9逆位通常象征着阻力和挑战的持续，但是恶魔逆位表示的是从中解脱，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尤其是从恶习或负面情绪中获得解脱和自由，标志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实现和更新的阶段。因此我相信你们还有我自己在看完这个视频分析之后，马上就会在小本本上就是记下爱自己这个任务吧，反正我会。然后记住哦，爱自己不是为了完成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要做，是我们每分每秒每刻都必须要做到的。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可以阻止自己去爱自己 OK。 所以整个占卜过程我觉得展现的就是从积极的开始到面对挑战，再经历内心和情感的挣扎，最终实现自我解放的旅程。这个过程不仅考验了你我的决策和心理强度，还涉及到如何管理和解决内部的冲突和外部的压力。这是一个自我发现和转变的过程，需要我们在各个阶段都保持清晰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的话，这个旅程教会了我们如何在生活的不同阶段找到应属于那个阶段的平衡与和谐。面对挑战和不确定性时，通过内心的稳定和外在的行动，我们可以学会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从而在各种生活情景中保持心理的健康和情感上的平衡。正如 D 大调卡农中那和谐旋律的映衬一样，我们的心理旅程也应该追求连贯性和平衡。然后通过这4个阶段的经历，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到，即使面对内心的焦虑和外部的冲突，我们应该要坚持自己核心的价值观，还有自己的人生目标。第2阶段中的宝剑9和宝剑国王都是在提醒我们，即使在压力之下，我们也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决断力来维持自我的控制还有方向感。然后第3阶段的情感挑战就是一个测试，检验我们到底在逆境中应该如何让情感保持一个稳定和真实的情况。所以呢，在这整个过程中，不仅仅是要解决问题，
我觉得更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探索和内在重建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想要通过每一个阶段，就要在每一个阶段进行适当的自我反思和调整，不断的从各种经历中学习和成长，最终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加成熟和自我满足的状态。OK， 希望这次的分析能给你我都提供深刻的见解和实用的策略，帮助我们大家在未来的旅程过程中不断去见招拆招，就是在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都可以以坚韧和智慧的心态向前，继续探索和实践各种应对挑战的策略，然后呢，去实现自己最大的潜能。这边的分析比别的组都要长，我觉得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就是跟大家一样嘛，所以稍微多讲一点。所以呢，最后请大家多多点赞、收藏加关注哦，帮助我的频道快快成长。我们下次再见，愿你我的旅程都充满光明还有希望。